刻板印象是弱者的护身符，但这也是强者的迷彩服。当世界还在嘲笑日本自卫队的二次元涂装和宅男文化时，这头巨兽已经悄悄完成了自二战以来最冷酷的一次武力重组。在今天视频开始前，我想请大家在评论区先打出你对日本自卫队的第一印象，是只会修路救灾的公务员，还是战力不详的宅男团？或许日本如今的战力远超你的想象。2026年4月21日，横滨造船厂那巨大的龙门吊下，暗红色的锈迹与崭新的抗热涂料交织出一种异样的美感。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招牌战舰出云号在这一天公开了它2阶段改造的最新画面。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那块曾经为了掩人耳目而收窄的梯形飞行甲板，如今已经彻底扩建成了接近矩形的刚硬线条。这不仅仅是甲板物理面积的加宽，而是日本军力在沉寂80年后再次发出的干涩摩擦声。在横滨那巨大的船体阴影下，1895年清政府支付的2.4亿两白银的幽灵，似乎正与 F-35B 战机的引擎轰鸣声重叠在一起。而启用出云2字，说明日本从未忘记当年的大舰巨炮梦，只是它的复活方式却充满了极致的现实伪装。1945年老一代出云号沉下去，是因为彻底丢了制海权，而2026年新出云号浮上来，却是想通过卖身给 F-35B 去偷回一点制空权。出云号现在的满载排水量是 2.7 万吨，全长248米，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字典里，这都叫航空母舰，但日本官方依然倔强地称其为护卫舰。这种文字游戏玩到了极致，反而透出一股不寒而栗的冷峻。截至目前，出云号2阶段改造画面已经曝光，可见其2阶段改造的核心是为 F-35B 这种具备短距起飞、垂直降落能力的5代机提供最稳固的起降平台。再往深处想，出云号的矩形甲板会不会是一张日本递给华盛顿的用真金白银和主权尊严堆砌而成的效忠状？其通过大量采购42架 F-35B， 把自己最核心的海上武力彻底切碎，然后填进美军全球打击体系的缝隙里。这种寄生式的强大，或许才是最让日本对手感到棘手的地方，因为它意味着你攻击日本就是在挑战美军。我也是没想到，出云号居然会舍弃曾经的帝国荣光，甘愿成为这盘大棋中最致命、最精准的一颗移动皇后。或许他在等着在西太平洋的棋局中击应那些从美国海军陆战队飞来的隐身幽灵。这种体系的代差，远比1-2门火炮的威力更让人感到窒息。所以，如果你还觉得这艘准航母只是在海上游荡，那你就错了。它的航迹正在那些如钢钉般扎入深海的岛屿要塞交织在一起。此外，如果说出云号是海上游业的灵，那日本正在第一岛链上锻造的，则是它那副足以锁死喉咙的骨。而这副骨架的每一个关节，都正被磨向指向明确、见血封喉的反介入矛头。日本正在完成一场人类军事史上极其罕见的岛屿要塞化手术。从九州到冲绳，整条第一岛链正在被日本从南到北的锁死。虽然在日本官方口中，这些都是防御、防守，但放在军事逻辑里，这叫强行封锁。在宫古岛、石垣岛这些风景如画的旅游胜地，掩体之下部署的是冰冷的、射程正不断拔高的反舰导弹，如日本国产的1、2式岸舰导弹升级版，射程正从最初的200公里向1000公里甚至1500公里发起冲刺。这种战术本质上是日本在第一岛链上进行的日式反介入区域拒止。而所谓的西南防线不仅是防御，更是日本试图向世界证明，既然拦不住你们的船，那就至少要掌握你们通过的钥匙。这种把防盗窗强行装到别人家门口的行为，配合海上8万吨级宙斯盾舰，构成了极其危险的交叉火力网。特别是最新的摩耶级驱逐舰，其排水量 1.08 万吨，它不仅仅是一艘船，它还是一个漂浮的超级数据节点。它能通过协同交战能力，让雷达视野之外的飞机直接引导舰载导弹。这意味着在对方还没看清它的时候，打击已经跨越海平线呼啸而至。但这种对精密主义的病态追求，也让日本军工走入了一个名为加拉帕戈斯化的进化困境。就像孤岛上的生物，为了适应极端环境而进化的极其先进，却因为过度精密而极其脆弱。2026年4月22日，日本陆上自卫10式坦克在实弹射击中发生的炮塔爆炸事故，就是这种工业哲学困境的缩影。这款造价1205万美元、战斗权重仅44吨的陆上精灵，
曾是日本自研精密工业的骄傲。但为了在44吨的轻量化壳子里塞进60吨级的火力和极其复杂的自动装弹机，日本人把材料学压榨到了材料疲劳的极限。他们在实验室的真空里试图用极致的精密去对抗战场的混沌，但战场从来不是实验室。10式坦克的炮塔爆炸本质上是日本精密主义的一次局部破产，它证明了在现代战争的钢铁洪流中，没有冗余的精密往往只是自杀者的昂贵陪葬品。日本正在不计代价地进行这种极限武装，试图通过压榨每一个材料的潜力来对抗规模的劣势。而且这种焦虑感不仅体现在坦克上，更体现在他们对影子实力的疯狂储备上。据悉，日本维持着一种极其诡异的潜艇更新频率，即服役20年就强行封存。日本这种潜伏战力不追求表面的繁华，而是追求一种随时可以解封的致命的水下规模。这种影子实力配合那张正在不断向南延伸的反介入大网，确实让对手感到了压力。但在这一系列冷酷的精密和深沉的算计背后，日本却面临着一个最原始也最无解的致命伤。这个伤口不在防空网的漏洞里，而在每一个日本家庭的户口本里。当这头钢铁巨兽长出了钢牙，披上了厚甲，他却突然发现他的心脏，那个日益萎缩的社会已经没有多少血可以烧了。日本军事转型的底层驱动力从来不是因为钱太多，而是因为没人了。在一个人口负增长、老龄化冠绝全球的国家，传统战争那种消耗鲜血和生命的方式是他根本玩不起的豪赌。所以日本必须开启一场全球最激进也最冷酷的无人化革命。2026年4月15日，日本防卫省生效了一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预案，他们正式决定放弃昂贵且需要精英飞行员的阿帕奇和眼镜蛇直升机，取而代之的是成群结队的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攻击型无人机群。这种激进的无人化不是因为他们有多热爱尖端科技，而是因为他们对消失充满了恐惧。日本是在赌算法的迭代能跑赢人口的凋零，赌冷冰冰的芯片能替代那些已经萎缩的兵员。但千万不要因此小看了这股无人化背后的工业爆发力。日本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不在于它现在有多少枚导弹，而在于它那庞大的随时可以即插即用的工业底座。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石川岛薄膜，这些名字平时印在你的空调、汽车和支线客机上，但在战时，这些工厂就是这个国家的呼吸，军用只是他们换了一层外壳。日本维持着一种准战争状态的工业储备，即民用式外壳，军用式内核。他们生产高性能民用发动机的机床，随时可以转产巡航导弹的动力心脏。这种潜伏战力比摆在明面上的航母更让人脊背发凉。当日本决定将国防预算提高到 GDP 的20%时，这股积压了几十年的工业能量正在通过政策的裂缝疯狂喷涌。他们甚至在那架神秘的第6代战机 F3 上赌上了整个国家的未来。要知道，日本研发 FX 的目的是为了在未来的全球军工供应链中握有一个能对美军进行反向干预的技术筹码。他深知，在这个数据决定生死的时代，谁掌握了精密制造的源头，谁就握住了战争的遥控器。然而，日本这把刀磨得再快，它也无法改变一个宏观的宿命。这是一个步入黄昏的工业大国，在最后一次向命运索要安全感。它在第一岛链上的反复试探，它在出云号甲板上的扩建，本质上都是在试图对冲它不可逆转的国运滑落。这种焦虑感让它变得极具攻击性，却让它的每一击都带有一种孤注一掷的悲剧色彩。它试图用极致的精密和冷酷的算法，在这个大国博弈的棋盘上强行留住自己的位置。但战争不仅要看对方亮出了什么，更要看对方在那层民用工业外壳下到底藏了多少杀招。日本这把刀确实已经磨得飞快，但我们更该看清的是，刀柄握在谁手里，而刀尖又在对准谁。在这场算法与国运的赛跑中，日本的野心已经在甲板上彻底铺开。那么各位观众，面对这样一个正处于暴力转型期的日本，你认为那种依靠材料学极限锻造出来的精密战力，真的能抵消它人口消失的系统性崩盘吗？日本这把磨了80年的武士刀，最后切到的会是谁的手？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深度思考。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析够透彻，请点赞支持一下我的频道。这不仅是对我的支持，更是为了让你在信息的洪流中保持那份清醒的观察力。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再见。